很清静吗？魏无羡笑了，蓝副总的生活果然单调的要命。魏婴要回家？蓝忘机问道。对呀。魏无羡点点头，想回去看看爸妈。你在发什么呆？藏色见儿子回家后，独自一人时总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。妈。魏无羡抬头叫了一声。有心事吗？我在想蓝副总。魏无羡拖着脸，慢吞吞地说，明晚他有个宴会要参加，不知道他一个人行不行，年纪轻轻就不行。藏色惊讶道。您在说什么呀？魏无羡脸一红，蓝副总是不能碰酒，一口都能醉。原来是这个不行。藏色恍然大悟，似乎松了口气。还能有什么？魏无羡有些气恼自己在藏色面前提蓝副总。明明是假期回来看父母，结果一天到晚心里嘴上挂念的都是魔鬼上司。既然这么担心，不如就回去呗。藏色戳了戳儿子的脸颊，反正你也陪我们过了节日，待在这里也很无聊吧？不无聊。魏无羡立刻否认，只是对工作有些放心不下而已。那不如你明天中午开车回去吧，假期一半留给我们，一半留给蓝副总，不正好？藏色观察着儿子的神情，认真建议道。你和爸爸不介意吗？魏无羡有些心动了。有什么介意不介意的？藏色拍拍儿子肩膀，年轻人做事不要瞻前顾后，会错失一些美好的。什么时候加班也是一种美好了。魏无羡反问。这也要看。藏色说到一半便打住。说了你也不懂，反正你准备好明天中午回去吧。蓝忘机从蓝家出来，准备回家一趟换身衣服再去出席晚上的新年宴会。令他惊讶的是，一进门就看到魏秘书在看书喝咖啡等他。蓝副总，衣服已经准备好了。魏无羡放下书，开心地说，新年快乐。怎么来了？蓝忘机确实有些惊讶，魏婴不是回老家了？反正家里也没什么事，就先过来了。魏无羡解释道。其实是怕蓝副总在外面喝醉了，没人能应付。蓝忘机点点头，随即上楼换衣服。宴会平平淡淡，虽然宾客都沉浸在迎接新年的喜悦之中，但魏无羡明白自己的任务是陪着蓝副总，精神一直没有放松。宴会有惊无险的结束了。蓝副总和自己都没有喝酒，真是太好了。魏无羡充当司机，开车送蓝副总回家。今晚可以不用回去了。蓝忘机主动让魏无羡留宿，回自己那个出租房也没什么事，魏无羡便答应了。下车时，蓝忘机并没有立刻进屋。蓝副总，外面风大。魏无羡拿上外套，生怕蓝忘机被吹感冒了。大概是因为太冷，蓝副总离得很近，高大的身影几乎要把魏秘书笼罩起来。与瑟瑟寒风相对的是蓝副总异常温和的眼神。新年快乐，魏婴。新的一年，请继续陪在我身边。最近公司附近新开了几家奶茶店，大家都喜欢叫外卖，蓝副总秘书室也不例外，有聂怀桑这个好吃嘴在，不想点外卖都难。魏秘书，今天要喝什么？这天，罗清扬和聂怀桑都选好了，就等魏无羡下单。魏秘书有些犹豫，因为蓝副总的原因，他很少去碰这些垃圾食品，而且三人点外卖喝奶茶都会避开蓝副总在办公室的时间。虽然不知道蓝副总会不会出声批评，但面色肯定不会好。今天蓝副总正好和蓝曦臣一起去开会，魏秘书没去。难得蓝副总不在，快点吗？罗清扬催促道。好吧。魏秘书心想还是合群一点比较好，便点了一杯黑糖芋圆奶茶。魏秘书，今天轮到你下楼拿外卖哦。聂怀桑提醒道。好的。没过一会，聂怀桑说外卖到了，魏秘书便立刻下楼去取。除了奶茶，聂怀桑还顺便点了一些甜品。魏秘书两只手提得满满当当进了电梯，前脚刚踏进电梯，魏秘书就后悔了。电梯里很空，但站着蓝启仁和董事长秘书。魏秘书连忙将脚退了出来，准备跑路。魏婴，你躲什么？蓝启仁中气十足的声音让魏秘书吓得不轻，只好又进了电梯。电梯里，魏秘书大气也不敢出，靠在电梯门边僵硬地站着。手里提的什么？蓝启仁忽然问道。魏秘书咽了咽口水，说：奶茶和甜点。
公司里最近大家都喜欢点这个。董事长秘书出声解围，不健康的东西。蓝启仁嗤之以鼻，明知故问，忘记让你点的。没有，蓝副总不在，魏秘书战战兢兢地说。蓝启仁没再说话，但魏秘书紧张的要死，背着蓝副总偷喝奶茶被蓝启仁发现，运气也太差了。魏无羡先下电梯，将东西放到聂怀桑桌上，终于松了一口气。电梯里碰到蓝董了，吓死我了，魏秘书抱怨了一句。去买彩票吧，我就没见过谁上班拿外卖碰到公司领导的。罗清扬笑着说，拿着自己那份奶茶和甜品回座位了。他肯定会跟蓝副总说的。魏秘书垂头丧气地靠在桌边，一点也没有喝奶茶的欲望。那又怎样？喝奶茶又不怎样。聂怀桑安慰道，大家上班都在喝吗？